的频道会员8月活动，会员专属手牌讲解。跑马不行还能打锦标赛吗？多跑几次就会赢了。自己讲自己都想笑。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你看着小盲位的脸，然后你问自己说，这个玩家在这边有没有那个能力照，在同花听牌、顺子听牌没中的情况下，在这边 all in 34个大盲，然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 bubble。你如果回答是他不会照，我告诉你，这边 AJ、AQ、AK 都不用跟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解这个400的 Colossus 的手牌讲解。这时候呢，桌上从10位玩家淘汰了，我们就说了1号位跟4号位的短筹码都先被淘汰。我左边的这一个原本剩下2.5个大盲，反而还撑比较久一点，但他之后呢，他也被淘汰。然后很快的呢，3位短筹码都淘汰了之后呢，进入到一个7人桌的状况。这个时候呢，还在同一个盲注级别哦，40分钟的盲注级别，然后是200万、400万。荷官在发牌的时候呢，发到我的牌1张6。被打开了，要再补一张牌给我嘛？那这个时候呢，我的牌就变成是1对7。那原本是6、7不同花，变成是1对7。那觉得还不错，你知道吗？原本这个牌不能玩的，它变成是可以玩的手牌。那这个时候呢，在7人桌，然后呢 low 价位的玩家是一个韩国年轻的牌手。那他其实打比赛大概是这3、4年的事情。那我蛮常遇到他，他打的其实还不错，他有4090万的筹码量啊，就是刚好是10个大盲多一点点，选择了直接 all in。那我们在 CO 位，我有1亿100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接近30个大盲左右，我拿到了1对7。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在决赛桌的策略。这手牌的话，以 ICM 的策略来说，对上 low 价位的10个大盲的 all in， 假设双方都是走这个预设策略的话，那我们在 CO 位能够跟注的范围，考虑到 ICM 嘛，应该要是99以上的对子跟 Ace Queen， 因为剩下7名玩家嘛。那我们这是一个预设策略，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如果我们的策略是考虑奖金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考虑，第二个就是我们桌上还有其他的玩家。但是我们讲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牌桌上呢，只要我们的范围是领先对方的范围，也就是说长期只要是正筹码期望值可以让我最高几率赢到冠军的话呢，那我就会去跟注啊。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必须要执行我们上桌前的这个策略啊，我们就是要执行到正确的策略啊，所以我们选择了跟注。比较令我意外的是，我认为 low 价位的玩家会 all in 蛮宽的范围，但他这手牌绝对不在预设范围里面。他的手牌是 A4 不同花。那我们就讲说，假设他跟我的策略一样，是以一个最高几率赢冠军，也就是只要是正筹码期望值可以全下的范围。如果说你有学习过相关的表格的话，10个大盲的 low 价位，我觉得应该最弱是 A8 不同花，或者是所有的同花 A。也就是说，其实 A4 不同花就以筹码期望值来讲，是一个负1V 的 all in。那当然，如果他觉得桌上的玩家都会跟注到更紧的范围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预估哦。如果他认为桌上的玩家扣 in 都会扣特别的紧，也就是扣不到正确的范围的话，那我觉得 A4 不同花算是一个在这个资讯的前提下是一个正确的推理。但是他没有想到哦，桌上竟然有我这样子的玩家会去跟一个这么松的范围，所以当下就是我是大幅领先，然后他是 A4 不同花。那这手牌其实桌上我感觉到很多的玩家甚至是观众都会很惊讶，因为旁边观众蛮多。第一个就是 A4 不同花绝对是不应该 all in， 然后这个1对7的跟注也是一个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告诉我，你在下面留言你会不会跟注这个1对7。那我在想当下的奖金都是非常的多哦，第7名应该至少有从决赛桌是5万到50万，第6名是10万的话，我在猜第7名应该至少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5万到50万啦，就是以一个第10名到第1名的分布。所以其实是非常多的奖金差额，然后大部分的玩家也都会比较害怕一点。所以呢，这1对7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的决策是绝对是正 1V， 然后我也看得到比我更弱的对子。当然我也知道一定会看到所有的同花 A， 当然我没有想到会看到 A4 不同花这么弱的范围，那当然是更好嘛，因为代表说我的赢率更高嘛，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可是翻牌 A4 啊，翻牌它就中了2对，所以这手牌呢让我损失了蛮多的筹码啊，就是我们有1亿1000万变成输了4000万的筹码量。那这手牌有人会说啊，是不是荷官很烂，怎么又把牌给打开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边我要平反一下，在决赛桌轮班的荷官呢，都是非常好的荷官，蛮令我意外的。只是这一手牌啊，真的就是你知道吗？就算是非常好的荷官，还是有机会出错。但我觉得我也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大部分的状况都处理得非常的好，误打误撞啊，就是原本6、7不同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 all in 我就弃牌，然后变成是我是1对7。当然我也不会这样讲，因为有可能我原本是 A4 变成换的是我 AA 啊，对不对？有可能我因为换了一张牌之后，从 A6变成是 AA， 对不对？然后我赢他这个底子。所以说以开牌来讲，这个结果论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有可能变得更好，当然有可能变更坏，那这机会都是一样。
只是我觉得这手牌就是很可惜我们一个大幅领先的状况但是我们输掉了。接着呢，我在 low 价位我有7000万的筹码量，然后我拿到了 AJ 梅花，选择加注到800万。bottom 位的玩家是一个短筹码的玩家，他只有2800万，7个大盲他选择了 all in。我在 low 价位，当然面对7个大盲，所有范围加注的都应该要跟注。bottom 位的玩家呢是 KQ 不同花，然后翻牌就中一张 Q 但是呢转牌来一张 A 所以呢让我又成功的淘汰了一位玩家。这个时候呢牌桌上的玩家剩下5位，然后呢这一手牌呢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状况。这手牌呢是 high 价位的玩家，他直接 all in 6000万，那这个盲注一样是200万400万，所以6000万是15个大盲。然后呢我在大盲位我有1亿的筹码量，大约是25个大盲，我拿到了一对 Q 非常简单的跟注。那 high 价位的玩家呢是1对3，那我是1对 Q， 所以我们成功的淘汰了第5名的玩家。这个时候呢来了剩下4位玩家，那这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当下的盲注级别呢是250万跟500万。我在小盲位我有1亿6000万的筹码量，然后我拿到了 J8 不同花，选择平跟。那大盲位的玩家是桌上一开始的一个筹码比较多的玩家，然后他打的比较差一点，J8 不同花我觉得可以加注也可以跟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大盲位的玩家呢，他的筹码量现在呢是比我少，他有1亿2500万然后呢，他选择了过牌翻牌是 JJ4 彩虹面有一张红桃，所以我们中了3条 J 非常的不错。底池1500万我们选择下注500万一个大盲，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来了一张红桃 A。那我觉得他翻牌能够跟注的范围有可能任何的 J、任何的4任何的2张红桃，他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随机的，我不知道 K9 会不会跟注，甚至是带有后门花、后门顺的手牌，我觉得都有机会他会跟注。然后转牌来一张 A，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如果他今天翻牌前有一些比较弱的 A check， 然后翻牌有 A 猜跟注的话，那这个转牌其实对他来讲非常的好。那我也觉得如果他有 A 的话，他一定会跟注嘛。所以呢，转牌我们中3条的情况下，我们就说了，我们中3条就是持续的下注，底池2500万，我们下注了1500万大约是接近2/3，比半个底池多一点。对方选择了跟注，合牌来一张无关紧要的5也没有后门花，然后就来一张5。这个时候呢，底池5500万，我想了一下之后呢，下注了3500万。对手想了非常的久，然后他弃牌，然后弃牌之后呢，我们一下这个底池，这一位玩家刚刚这个输给我的这位玩家，他做了一些很诡异的举动就是他大约有接近15个大盲，还20个大盲，反正他翻牌前 raise 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他什么7、8同花，对不对？对，就是很扯。4人桌 CO 位他加注了8个大盲，然后是7、8同花，然后小盲位的玩家 all in。那当然我在大盲位我没牌有弃牌。那他想了一下之后，他当然没办法嘛，你都加了8个大盲，后面剩8个大盲你任何牌都要跟注那他就跟注。小盲位的玩家是1对9，然后他翻牌前加注8个大盲的是7、8同花，然后反正翻牌是中了一个7之类的，反正没有意外小盲位筹码最多的玩家呢，又从这一个玩家赢了一个非常大的底池基本上我觉得这手牌这个人就是在送钱所以让原本这个小盲位的玩家筹码量变成是最多的一个状况。在第4名淘汰之前发生了一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底池。休息回来之后，4名玩家，然后弃牌到 bottom位，bottom位有15个大盲，他直接 all in。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盲注应该是300万、600万，所以他直接 all in9000万。然后小盲位的玩家弃牌，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一对 J， 非常简单的跟注。然后 bottom位的玩家是 QJ 不同花，然后翻牌就中了一张 Q。当然，我当下一对 J 是非常简单的跟注嘛，但我对他的话，我应该会跟注到更宽的范围，因为这个韩国的玩家在bottom位 all in， 我们之前就看过他是 low 价位 all in A4 不同花，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确定有这样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会推到基本上所有筹码期望值是正 EV 的手牌，他都会 all in。那当然 QJ 不同花在bottom位15大盲也绝对是一个筹码期望值正 EV all in 的范围，所以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当然我们一对 J 也是要跟注，只是这2手牌大幅领先他的手牌都输给他，就觉得比较可惜一点。那这手牌呢，让我损失了蛮多的筹码量虽然说第4名淘汰之后呢，我们剩下3人桌的状况，但是呢，这一位韩国的玩家跟我的筹码量还是一个很接近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最后3人的时候呢，筹码量的排序呢，大概是筹码量最多的玩家，然后第2跟第3呢，分别是韩国玩家，他大约有9000多万，然后呢，我的筹码量是低于9000万，当下的盲注级别是300万、600万，所以我的筹码量呢是8000多万，大约是不到15个
个大盲，大概14个大盲左右。那发生的这手牌呢，是在8腾位的韩国玩家弃牌之后呢，筹码最多的玩家在小盲位 all in，然后我们在大盲拿到了 K9 方块，选择了跟注。那我们先讲2种情况啊，不管各位观众是想要跟注筹码期望值的策略呢，或者奖金期望值的策略呢，我们都先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这边的预设范围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比较常见的是以这个奖金期望值为出发点的话，那这一个同花 K 呢，我们在接近14个大盲左右呢，应该会跟到 K6、K7 同花以上。K8 同花以上是一个很明确，然后是正奖金期望值的跟注。那如果说是不同花的 K 的话，我觉得 K9 应该比较弱一点，那明确一点的话，应该是 K10 不同花以上。也就是说，大概是 K8 同花跟 K10不同花以上的 K 应该都会跟注。所以呢，这是一个以奖金期望值为出发点的一个预设策略。那如果说今天考虑到的是我们希望以最高的几率累积筹码赢得冠军的话，那我觉得同花 K 应该可以跟到更宽哦。我觉得 K4、K5甚至是所有的同花 K 应该都可以跟住，至少 K4以上我觉得是蛮明确的。那不同花的 K 的话，15个大盲的分界点是 K8嘛，所以14个大盲差不多在 K8不同花附近。也就是说，这一个 K9 同花的跟注不仅是正筹码期望值，也是正奖金期望值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当下呢，对方的手牌呢是 AQ 方块。我在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在这边可能全下的范围会是接近任何2张，因为增加3人桌，2个都是短筹码，那我觉得小盲没有道理有任何的牌不 all in。当然有可能大牌可能会选择平跟或者是最小加注，但我觉得任何的范围只要不能够加注，不能够平跟，但是正1B的 all in，那我觉得都是 all in，所以就是很简单的策略。那这手牌呢，它是 AQ 方块，我是 K9 方块，翻牌是19，还有一张小牌，然后2张方块，所以是一个很怪的状况。我们中了一个中队领先，但是有一个2张方块的台面，它是 AQ 方块，我是 K9 方块，然后转牌是一张 A 所以对方转牌就中了一张 A， 然后合牌我们就意外，我们就第3名淘汰出局。那我们第3名淘汰的奖金当然就是217000。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精彩手牌分析。如果说你对于这一集影片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 P，拜拜。